前几天在 X 上有一段美国国会听证会的短视频爆火。视频里，议员 Brandon Gill 质问一位支持堕胎的所谓专家，他问他：“你最喜欢哪种堕胎方式？是负压吸引术，用相当于家用吸尘器29倍的吸力把胎儿撕裂吸出来，还是刮宫术，用锋利的环形刀在子宫里把胎儿大卸8块，再分块取出？或者是盐水注射，让胎儿在高渗盐水里脱水，大脑出血被毒死？”面对这些极其具象的物理描述，那位平时口若悬河的专家彻底慌了。他不断地打断议员，气急败坏地重复一句话。他说：“我拒绝谈论这个，我是来谈抗议者法案的。”议员最后看着他，说了一句极其扎心的话。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也不想谈论这些，因为这听起来太野蛮，也太邪恶了。”看完这段视频，作为一贯讲究逻辑和事实的理科生，我感觉到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荒谬感。人类真的是一种极其擅长掩耳盗铃的动物。我们来直面现实。在医学上，针对12周以上，也就是孕中期的堕胎，最常用的方式叫做扩张与清宫术。这个时候，躺在手术台上的早就不是一个细胞团了。在这个阶段，胎儿的骨骼已经开始钙化变硬，体积也已经变大。为了把这个实体从子宫颈取出，绝对客观、白纸黑字的医学操作指南上是这么写的：医生必须使用带有牙齿的产钳，将胎儿的四肢、躯干和头颅在子宫内物理性的夹碎、分离，然后逐块取出。最后，医生还要在手术台旁把这些血肉模糊的碎片像拼图一样拼凑起来清点，以确保子宫内没有残留的身体部位。而在更晚期的引产中，为了防止胎儿在离开母体时还在挣扎存活，甚至会提前向胎儿的心脏注射氯化钾，强制让心脏停搏。这是一套极其血腥、极其暴力的物理破坏过程。但是，你在我们日常的公共讨论中听到过这些细节吗？没有，他们被极其精妙地隐形了。为什么支持堕胎合法化的人要装作这一切不算什么罪恶？因为如果直面鲜血，人类的良知根本承受不了。为了减轻这种巨大的道德负罪感，他们发明了一套极其高明的无菌化语言，来彻底重塑普通人的认知。你看，他们不叫胎儿，也不叫婴儿，他们叫妊娠组织或者受孕产物；他们不叫肢解、夹碎或者毒杀，他们叫终止妊娠或者排空子宫。这就是最深层的自欺欺人。通过使用这些中性的、科学的、冷冰冰的医学词汇，一场涉及骨肉碎裂的暴力行为被完美的包装成了一次像拔智齿或者切除发炎阑尾一样普通的医疗程序。只要语言被清洗得足够干净，我们就可以集体催眠自己，假装那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生命被残忍的毁灭。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那些12周、15周的胎儿不是长在母亲不透明的子宫里，而是长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培养皿里，如果所有人，包括孕妇自己，都能亲眼看到他们是如何在里面吸吮手指，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当冰冷锋利的医疗器械触碰他们时，他们是如何本能的躲闪和痛苦痉挛的，我相信绝大多数普通人，甚至连执行手术的医生，都会因为承受不住这种直观的残忍而当场精神崩溃。子宫的物理封闭性给全人类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道德盲区。只要暴力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只要受害者发不出任何惨叫，整个社会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定义为个人隐私，定义为自由选择。这种眼不见为净的心态，正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默许无数暴行发生时最共通的心理弱点。我之所以做这期视频，是因为我拒绝参与这种集体的自我麻醉。当有人在镜头前轻飘飘地、充满道德优越感地谈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时，他们刻意回避了天平另一端的那个极其沉重、极其残忍的物理现实。说到这里，我知道屏幕前的很多人，尤其是反对我观点的人，现在肯定憋着一股火。你们可能已经在评论区打字，准备质问我，那如果母亲大出血要死在手术台上了呢？如果那个胎儿生下来就是无脑，注定活不了呢？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孕妇去死吗？这就是我今天必须划清的最后一条边界。我今天所质疑和剖析的，绝对不包括那些因为母体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或者胎儿患有致死性缺陷而被迫进行的医疗干预。那些是人类面对生老病死时的不可抗力，那是纯粹的医学悲剧。那些母亲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创伤，他们需要的是我们毫无保留的同情和最高级别的医疗救助，而不是道德审判。把这些极端的悲剧拿出来做挡箭牌，是辩论中最狡猾的偷换概念。
今天我们在道德天平上要称量的是排除了这些极端情况之后，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仅仅出于个人选择、生活规划或者便利性而进行的堕胎。你不能既要扮演道德卫士，又要闭上眼睛。如果你要谈论代价，我们就把被医学界小心翼翼隐藏起来的代价，血淋淋地摆回桌面上。我们必须先诚实地承认，那个在黑暗中被夹碎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承认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谈你们口中的选择权。关于12周以上的胎儿伦理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12周以下还没长出骨骼的胚胎又该怎么看？我们下期继续。